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搭配糖尿病的药物，像有一个药，除了降血糖，在一些动物实验发现说，它也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你知道吗？根据2019年台湾糖尿病年鉴发现说，糖尿病患者因为心血管以及脑血管的疾病住院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反而是怎么样？因为癌症住院的比例不停的上升。所以今天的高医师说，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糖尿病最容易得到什么癌症，以及初期可能会有哪一些症状是你完全会忽略的，并提供6个方法来调节血糖，减少癌症的发生。你猜猜看，如果血糖上升18%，癌症的风险会上升多少？男生会上升5%，而且死亡率会增加15%；女生则是会上升11%，死亡率则会上升21%。哇，看起来女生要更认真控制。根据挪威啊、澳洲他们54万人的研究，那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得到的癌症就包含肝癌、大肠直肠癌、胆囊癌，以及乳癌、子宫颈癌，还有胰脏癌。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体重减轻，如果你觉得哎呀你每天都快乐似神仙，却怎样瘦得像神仙，什么事都没做，1个礼拜体重减轻2公斤，或是你在过去3个月体重减轻你本身的基本体重的5到10%，哇，那你真的要很小心。刚才是遇到一些大肠癌的病人就是这样，体重突然掉很多，结果后来去医院就发现他可能已经是第3期或第4期，还好啊，最后中西合并之后，他体重有慢慢的回来。那第2个症状就是有些人会莫名的觉得很累，而且怎么样休息都没有用。当然有可能是年轻人会是什么懒癌啊，太懒了，然后想要躺平。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赶快加高医师的 LINE， 才不会错过更多的影片，或是我们中医可以搭配一些像是黄芪啊、党参这样的方剂，让你的精神变得比较好。那什么叫做里急后重感呢？也就是说，你的肿瘤啊，如果长得离肛门很近，你常常会觉得，很想去上厕所，啊，拼命的这8年抗战，蹦，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出来之后你又觉得，好像又重的，这就是因为有肿瘤长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乙状结肠是我们身体这肠胃道最细的地方。那如果这个地方长肿瘤之后，有可能怎么样？你的肠子就会觉得胀胀的，甚至你在大便的时候觉得怎么样？你很像一个削铅笔机，因为你大出来的大便都很细，像削铅笔的铅笔一样。这个时候就真的很有可能是大肠直肠的问题。那接着呢，则是如果你会出血，也要注意了。最有可能是怎么样？少年得志，你是有痔疮啦。那痔疮的血通常它是会比较鲜艳的。那如果是大肠直肠相关的血，有可能它会比较暗，因为它会氧化，但这没有100%，所以如果你大便有血，就要赶快做一些检查。那另外，如果你不是大便有血，你是阴道有血，不要太高兴哦，太好了，我回春了，很有可能是生命的严冬的开始。因为根据研究发现，更年期之后，如果还有大姨妈，大概有3到7%其实是癌症。那你如果白带增加，或是下腹常常痛，以前就月经异常，再用一些荷尔蒙，或是你停经后不停的增胖，或者是你过去都没有生育，高医师记得之前有一个许姓议员，他都没有生育，然后他后来就是这个子宫颈癌过世，真的每次经过他的手术都觉得很遗憾。那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会罹癌？就有可能跟他身体的这个胰岛素抗性，就会让癌症不停的生长，或是他本身就是遗传不好，或是生活形态也不好，常常吃高热量啊、无肉不欢啊，什么东西都要喝最大杯的，这样高血糖的状况也会让我们身体里面本来这些可以抑制癌症的基因全部都被改变了，所以身体等于无政府状态，癌症就伺机而动。那癌症有没有可能导致糖尿病？当然有可能，如果你是胰脏癌，就有可能影响到胰脏，就造成你糖尿病。那我们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减重。根据研究发现说，体重只要减轻7%，其实糖化血色素就可以下降1%。不要小看这1%，因为你只要把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就可以改善肥胖以及肥胖造成这些癌症的相关风险。那肥胖除了衣服会穿不下，床要买大一点，跟哪一些癌症有相关呢？其实很多都有相关哦，比如说子宫颈癌、胃癌胆囊癌大肠直肠癌、肾癌跟乳癌
尤其如果我们体重过重哦，什么是过重呢？譬如说你是60公斤，150公分，你就60除以1.5再除以1.5哦，记得我们要用公尺为单位，算出来就是你的 BMI。如果你过重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那接着是要处理打呼啦，因为其实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也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做这样伸舌头的运动，或是可以看看我们之前的影片，因为舌头有力不会后倒，我们就比较不会打呼。那接着我们可以按压2个穴道，这2个穴道对于身体的肠胃也很有帮助。第一个叫足三里穴，足三里穴的找法就在肚鼻，也就是膝盖底下外侧的凹窝，往下4根手指头3寸，胫骨往外1根大拇指的宽度，这里就是足三里穴。第二个叫做三阴交穴，它的找法一样，在内踝尖往上4根手指头，也就是3寸，在胫骨的后缘。这个穴是脾经的穴道。那糖尿病患者如果血糖没有控制好，比如说你有肾脏的并发症，就很容易怎么样？没有办法做太高强度的治疗。所以明明有好的治疗，你却没有办法做，或者是说你做了之后身体的反应不好。那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平常就要多运动。那成年人1个礼拜一定要做150分钟的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所以运动要有一点喘不管你是超慢跑、慢跑、超慢跑，不要2天以上没有运动记得要常常去运动。再来，如果你没有视网膜的病变，建议每周可以做2到3次这种阻力运动拿个哑铃举家里面的私房钱古董都拿出来展示一下。那如果年纪大啦，做一点伸展操太极拳等等。第2型糖尿病的患者，运动的时间最好可以在饭后的1个小时，因为这样你血糖不会太低。那如果是低型糖尿病患者，可以补充一些食物，或是打一些胰岛素，才会让血糖太低。那接着就是要做筛检。为什么日本人可以活这么久？因为他们常常在做筛检所以全世界很长寿的日本人怎么样？他得过2次癌症，但是都筛检，都做完处理，他还可以活到110几岁。那我们要做什么筛检呢？要是都条列在这里了。其实常见的就是女生45岁以上就可以做这个乳房的摄影，2年1次。那30岁以上的女性每3年就要做1次子宫颈抹片的检查，虽然有点痛，但是还是要做。那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男性每2年就要做1次这个粪便潜血的检查。如果你家有家族史，可以自费做无痛的大肠镜。那另外，如果你本身有抽烟，30岁以上，你的嘴巴可能就开始受不了了就要做这个口腔内膜的检查。那很多医院其实做检查都有送东西好像我们医院粪便潜血的检查其实是有寿司米我每次在吃那寿司米都觉得怪怪的好像用一些奇怪的部分然后去跟他换寿司米。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搭配糖尿病的药物，像有一个药叫美蜂蜜异糖定它除了降血糖，在一些动物实验发现说，它也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所以有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服用糖尿病的药物。那中医有一些药，像黄连、天花粉这些药也有调节血糖以及抑制癌症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或是可以搭配黄芪、党参，它可以补气、改善肠胃系统，也会对血糖的调控有帮助。我不晓得今天讲这么多，未来大家如果想要来控制血糖，最想先做哪一个呢？1减重，2我就吃药吧，3我想要多运动。喜乐新奶是良药，每周六晚上7点，高医师说我们下次见，拜拜。